加拿大似乎对北京喊出了不演了的宣言，公开主张应该承认台湾主权，这让中国当局当场破防，震惊之余气得跳脚。一直以来，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都小心翼翼，遵循着模糊的一中政策扮演和示老的角色，如今为何态度大转变？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加拿大不再隐忍，选择站到台湾这一边？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令国际社会瞩目的转折点。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0年，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加拿大毅然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承认北京政权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代价，加拿大终止了与台湾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表面上看，加拿大从此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再官方承认台湾。然而，很少人知道，加拿大的一中政策与北京所谓的一中原则其实大不相同。渥太华在建交公报中只是注意到，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并没有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换言之，加拿大从未在法律上认定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不与台湾正式往来。但在随后半个多世纪里，加拿大政府一直对这个微妙细节装聋作哑，在实际行动上依然刻意与台湾保持距离，以免触怒北京。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加拿大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把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摆在优先位置，而台湾问题则被冷落在角落。对许多家国政客而言，台湾被视为中美角力中的一枚麻烦棋子，加拿大也乐得装作不知，继续遵循北京剧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不公开称台湾为国家，不派高级官员访台，不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毕竟，在他们看来，能够打开中国这个庞大市场，远比为台湾出头更符合加拿大利益。然而，这种经贸至上、价值退位的思维，随着岁月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出现了裂痕起家。加拿大对华态度的临界点逐渐到来。事情的转折点之一发生在2018年底，那一年，加拿大应美国引渡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当局随即大动肝火，不仅对加拿大出口产品祭出限制，更无端拘捕了2名加拿大公民作为报复。这2人日后被广泛称为2个麦克事件。北京公然以人质外交相胁，让加拿大朝野和民众大为震惊。一夜之间，加拿大人彻底看清了中共政权的强权本质。原来过去以为的伙伴会在触犯其利益时翻脸无情，不择手段。随后将近3年的漫长岁月里，2名加拿大人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备受折磨，加国政府频频交涉却收效甚微。这场外交人质危机犹如当头棒喝，击碎了加拿大对中国的天真幻想，也成了引爆加国民意转向的导火索。2019年初，加拿大一家权威机构的民调显示，超过80%的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持负面看法，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对加拿大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同一年，香港爆发捍卫民主自由的抗议运动，而北京对香港的强硬镇压进一步刺痛了加拿大人的神经。要知道，加拿大拥有大量香港移民和他们的后代，香港的命运牵动着这个国家的民心。许多人透过香港看见了中共专制的冰冷面目，也不禁联想到处境类似却更为危险的台湾在香港沦陷。2个麦克被囚的双重刺激下，加拿大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急转直下，对台湾的同情和支持则日益升温。可以说，北京咄咄逼人的扩张和打压行径，反而在加拿大激起了一股反思潮。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对这样的中国委曲求全吗？民主的台湾岂能被任意欺凌甚至吞并？2021年年初，一件看似不大的风波进一步催化了加拿大舆论的转变。每年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安全盛会哈利法克斯论坛，原本决定颁发年度奖项给台湾总统蔡英文，以表彰他对自由民主的坚持。然而消息传出后，中国方面施加巨大压力，据传甚至威胁加拿大国防部若允许此奖颁给蔡总统，北京将强烈报复。一时间，加拿大媒体爆出政府官员疑似向主办方暗示不要颁奖给蔡英文的丑闻，引发舆论哗然。虽然加拿大政府否认干预，但此事已在朝野掀起波澜。一方面，哈利法克斯论坛最终不畏压力，
毅然将麦凯恩奖颁授给蔡英文，成为台湾领导人首次获此殊荣的历史时刻。另一方面，加拿大社会对中国干涉言论自由的愤怒与日俱增，许多政界人士和媒体发表评论，呼吁政府对北京强权说不。环球邮报、国家邮报等家国主流报纸先后刊登评论，直指家国对台政策过于守旧，应该摒弃几十年前冷战时期的思维，大胆加深与台湾的交往。有评论员干脆直言，该承认台湾为国家了。枪与其将台湾当作地缘政治斗争的棋子，不如基于台湾自身的民主成就和价值，堂堂正正地承认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些声音指出，台湾从1949年以来就自我治理，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中国如今威胁并吞一块它从未掌控过的土地，还扬言必要时动武。国际社会实在没有理由继续屈从于这种霸道逻辑。可以说，从这时开始，正式承认台湾独立主权不再是加拿大政治中的禁忌话题，已经堂而皇之地被拿到台面上讨论。当然，画风转向如此之快，也离不开台湾自身的努力与表现。2020年至2021年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台湾凭借高效的防疫举措和自由民主社会的韧性，成功将疫情控制在低水平，展现出与中国封闭隐瞒截然不同的治理风格。台湾的防疫成就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像台湾这样优秀的民主伙伴，难道仅仅因为北京的反对，就必须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合之外吗？台湾明明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全球公益做出贡献，却处处受制于中国的打压，这对整个国际秩序而言都是损失。因此，加拿大朝野对台湾的态度在疫情期间也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更加肯定台湾的价值和地位。形势发展至此，加拿大政坛支持台湾的呼声与日俱增，但真正令北京火冒三丈的是接下来几件实质行动。首先是在2022年，加拿大主要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内部出现了公开挑战一中政策的强硬派。当年夏天，保守党党魁候选人之一的国会议员史考特·艾奇森 （Scott Aitchison） 发表重磅声明，直斥加拿大常年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是错误的，呼吁渥太华正式承认台湾主权，并与台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他慷慨陈词道，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是民主、开放、尊重人权的灯塔。加拿大是时候承认台湾了。他进一步批评说，过去50年，加拿大和西方国家一味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结果助长了共产集权的残暴和人权问题恶化。我们错了。这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在加拿大政坛引起巨大回响。虽然艾奇森并未在党魁选举中胜出，但他勇敢说出了过去少有人敢说的真相，坚持北京版本的一中政策已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和价值观。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加拿大主流政治光谱正在整体右移。就对华态度而言，即便自由党政府相对谨慎，不愿完全抛弃一中政策，但也开始悄悄调整措辞和步调。而反对党方面则更为激进，直接把承认台湾列为选项之一。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本身也在重新评估对华战略，寻求在价值与利益间取得新平衡。2022年11月，特鲁多政府公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日益胁迫性的全球大国，强调加拿大需要在印太地区扩大盟友圈，以确保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在谈到台湾时，这份战略文件用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强硬语句，加拿大将深化与台湾等在民主价值上志同道合伙伴的联系，并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这里所指的片面改变现状，无疑就是警告北京不得对台湾动武或采取挑衅行为。尽管加政府仍口头上声称遵守一中政策，但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中政策内容其实已经重新诠释，重点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的国际参与，而不再一味回避台湾议题。紧接着，加拿大也在2023年加入了美国等盟友的行列，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本国 5G 网络建设，以防范国安风险。种种迹象表明，加拿大政府对北京的戒心达到空前高度，对台湾的支持也不再遮遮掩掩。可以说，
过去那种对华天真友好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加拿大正逐步转向以现实和价值为导向的全新对华政策。如果说政府文件的措辞转变还算含蓄，那加拿大国会的直接行动就堪称大刀阔斧了。2023年4月，加拿大众议院的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划时代的报告书，标题就叫《加拿大与台湾动荡时局中的坚定关系》。这份报告由跨党派议员共同执笔，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内容几乎句句触及北京红线。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明确驳斥了中国企图替台湾人民做主的霸权姿态。报告还特别强调，加拿大的一中政策从未对台湾的地位做出判定，换言之，加拿大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委员会呼吁政府更加积极地支持台湾，包括鼓励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探索与台湾开展更高层级外交交流的可能性等等。报告书公布后，加拿大舆论一片赞赏声，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其中要点。有媒体直言，这是自1970年加中建交以来，加台关系上的最重大进展之一。然而，北京方面闻讯后气急败坏，第一时间跳出来严厉谴责。中国驻加使馆发言人痛批加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试图掏空一中原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尽管中方措辞强硬，但加拿大朝野并未买账。事实上，这份报告得到了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等各派议员的一致支持，充分体现了加拿大国会对挺台立场的共识。北京的愤怒谴责非但没让加拿大人退缩，反而让更多人注意到，原来加拿大的一中政策根本不等于中国宣称的一中原则。中国多年来在国际场合极力混淆视听的说法，其实是一桩谎言。此时此刻，加拿大可以说扯下了北京的面具，摊开讲了多年来不愿明说的事实。到了2024年底，加拿大对台支持的力道再次升级，而且这次是以国会正式动议的形式进行，分量极重。2024年11月，加拿大众议院无异议一致通过了一项挺台决议案。这项跨党派动议重申，加拿大国会将持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更关键的是，动议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也从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可能。要知道，2758号决议是当年联合国承认北京政府代表权的决议，中国长期以此为借口，声称联合国已经确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加拿大国会这份动议等于直接拆穿了中方的曲解，决议根本没提台湾主权归属，更没说台湾是中国领土。此话一出，等同于戳中了北京最痛处，他们最害怕国际社会质疑其对台主权声索的正当性。而加拿大国会现在正式表态挑战了这一点。消息传来，北京当局再次暴跳如雷。中国驻加使馆发表措辞猛烈的声明，指责加国议会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侵犯中国主权，并警告这将给中加关系带来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然而，加拿大方面对此不为所动，毕竟这项动议是国会全体一致通过，代表的是加拿大人民通过民选代表所表达的共同意志，已不是北京靠几句恐吓就能左右的。更妙的是，就在加拿大通过该动议的同一段时间，欧洲议会、英国议会、比利时、捷克等国的议会也纷纷通过类似决议，驳斥中国对2758号决议的曲解滥用，支持台湾的国际地位。换言之，加拿大并不孤单，民主国家的议会正形成一股联合作战的态势，一起对北京说不。这对习惯了单挑各国的北京而言，无疑是个颇为尴尬的新局面。曾几何时，中国可以利用国际社会对一中问题的畏惧，让各国晋升。如今愈来愈多国家挺身而出，揭穿中国外交话术的虚伪，让北京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面对加拿大接二连三的动作，北京除了发表愤慨声明，实际能采取的反制手段其实相当有限。以往中国最常用的伎俩，不外乎是经贸胁迫和外交抗议。然而，加中关系自从2个麦克事件以来已降到冰点，北京原本对加拿大就没多少友好牌可打。如果进一步采取经济报复，例如限制加国商品进口，只会逼得加拿大加速寻找替代市场，对中国自身也不利。
外交上，北京已经召见过加拿大驻华大使，也撤回过自家大使强硬发声，但这些动作更多是做给内部看，对加拿大决策者几乎起不了作用。中国甚至祭出老套路，动员一些在家的亲北京侨团站出来，谴责加国议会的决议，但这种明显受统战操控的把戏，在加拿大社会引不起多少浪花。事实上，加拿大人近年还见识了北京更黑暗的一面。2023年有媒体曝光，中国情报势力渗透加拿大内政，不仅设立非法警察站，骚扰在家侨民，还涉嫌暗中资助特定候选人影响加拿大选举。这些丑闻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形象，加国政府不得不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以示抗议。因此，当北京在就台湾问题对加拿大横加指责时，加拿大朝野早已充满反感与警惕，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的配合演出。北京气急败坏的外交咆哮，在加拿大人听来更像是一种无力的恫吓和笑话。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本就存在重大差异，现在不过是加拿大光明正大承认这一点而已。北京苦心编织的台湾属于中国剧本，如今在加拿大遭到实锤般的否定，难怪中共政权会如此恼羞成怒。进入2025年和2026年后，加拿大在台湾议题上更是动作频频，继续突破以往的限制。虽然加拿大政府尚未和台北建立正式邦交，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正迅速升温。双边正在洽谈签署投资保障协议 FIPA， 讨论彼此供应链合作，并共同推进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进程。更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政界高层和各路人士访台已蔚然成风。过去只有少数退休政要私下访问台湾，如今现任国会议员组团访台几乎成为年度例行公事，而且跨党派皆然，自由党、保守党各党议员都有人积极参与。今年3月，台湾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国际论坛——玉山论坛。加拿大就有前联邦反对党领袖艾琳·奥图尔 Erin O'Toole 亲自率团出席。奥图尔曾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担任保守党党魁时就深受中国干预之苦，很能体会台湾当下面临的严峻压力。他强调台湾和加拿大是天然盟友，双方在科技、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民主国家应该携手降低对威权国家的依赖。更有意思的是，该论坛上来自各国的代表们纷纷力挺台湾，其中斐济前总理更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正式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当来自大洋洲的小国前领袖都公开讲出这番话时，不难想见加拿大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风向已经转变到何种程度。可以说，承认台湾主权这件过去看似天方夜谭的事，如今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国际主流会议上的讨论议题之一。加拿大作为中等强国敢于带头发声，更给了其他国家勇气和示范。梳理加拿大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从最初的小心翼翼暗中相助，到现在的开诚布公高调力挺，加拿大的态度转变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也是大势所趋。所谓不演了，并非一时冲动的莽撞，而是再也无法容忍自欺欺人的戏码继续下去。诚然，加拿大政府到目前为止仍未正式宣布与台湾建交或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承认台湾是一个拥有民主治理、人民自觉的独特政治实体，绝非北京政权的一个省那样简单。而一旦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这种观点，中国长久以来试图营造的台湾地位模糊空间就将不复存在。有人或许会问，加拿大这样做不怕激怒中国，引火烧身吗？毕竟中国是加拿大第2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联系匪浅。答案是，加拿大确实在冒险，但这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冒险。随着中国对台湾野心日益明显，如果民主国家继续噤声不语，最终可能招致更大的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危机。与其将来卷入中国引发的战火，不如现在就表明立场，对北京起到警示和下阻作用。加拿大的政界人士显然明白这个道理，支持台湾不仅是道义使然，更是维护国际和平秩序的必要之举。何况，加拿大一国的举动若能带动联盟伙伴，最终形成多国联手一起承认台湾的局面，北京再想各个击破就难上加难了。
正因如此，不少分析家建议西方民主国家同步采取行动，例如一旦中国对台湾逾越某些红线，大家就协调一致地正式承认台湾，将反制效应最大化。这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剧本，如今已被列入了选项清单，可见局势演变之迅速。当然，在现阶段，西方各国离真正与台湾复交尚有一段距离，大多仍停留在加强非官方关系和象征性支持的层面。然而，只要北京继续以武力恫吓台湾，破坏台海现状，就难保有朝一日这个承认台湾的剧本不会成真。对中国而言，这也许才是最可怕的梦魇，而对台湾来说，这无疑是最有力的保障与支援。总的来说，加拿大对台湾从低调默默支持到高调挺身而出，反映的不仅是加拿大一国的政策转向，更代表着整个民主阵营态度的转变，不愿再随北京起舞，不再对威权霸凌逆来顺受。北京当局对此极度不适应，频频破防，说明他也感受到了国际风向的改变。或许在中共内部看来，加拿大不过是个人口和经济总量都不算大的西方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向来以温和理性著称的国家，现在却毅然决然地对北京说不，这带来的示范效果是惊人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追随加拿大的脚步吗？台湾终有一天能得到普遍的外交承认吗？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2300万人民长期以来在国际上被矮化和忽视的处境正在迅速改变。加拿大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讯号，台湾的主权与尊严必须被尊重。这既是对北京的警告，也是对民主价值的坚守。最后，我们不妨以一个形象的比喻作结。过去几十年，国际舞台上围绕台湾问题上演着一出各取所需的默剧，各国明知剧本有漏洞，却装模作样的参与演出。而现在，加拿大率先从舞台上走下，不愿再扮演那虚伪的角色。这一刻，真相之光照亮了舞台，其他演员也开始面面相觑，犹豫是否该继续这场闹剧。北京想强拉大家继续演下去，但观众们、国际舆论已开始报以嘲笑和嘘声。未来的剧情将如何发展？是更多国家一同高喊不演了离场，还是北京祭出新的手段迫使众人复位？历史的剧本尚在撰写之中。然而可以确信的是，加拿大此番勇敢的转身已经为民主国家树立了典范。当原则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唯有坚守价值，直面真相，才能开创出新的局面。不论前路多艰难，加拿大选择站在台湾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这份勇气与决心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激励更多国家为自由与民主挺身而出。北京可以暂时恼羞成怒，但终究无法改变这大势所趋。加拿大的不演了只是序幕，真正的高潮或许尚未上演。我们将拭目以待，看历史如何定格这段精彩篇章。